大家好，这里是穷奢极欲，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我们过去曾跟朋友们介绍过，疫情期间曾有一股风潮在各地职场盛行，那就是著名的安静离职。作为2022年全美职场最热门的词语，安静离职描述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辞职，而是人们还留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却只做最低限度内的内容，来保住这份工作，延续这份收入。然而疫情后世界发生巨变，不到2年前的主流现象，如今已彻底过时。当前西方职场最流行的现象，恰好是与之相反的大声辞职。在这股趋势中，人们真正的离开公司，并在离职前后，将对这份工作乃至这间公司的所有不满，都大声的全盘托出。本期影片就要来聊聊这个现象，最后也会来看看，除了职场外，还有哪些领域都出现从安静转大声的风潮。时间拉回2022年，当时一个新词"安静离职"刚刚问世，立刻引起广泛的共鸣。许多人都意识到自己在职场中的抉择与表现，完美符合这个名词描述的意涵，也就是身为员工的他们，开始优先考虑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尽力不承担额外的工作，也确保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超过本该承担的工作范围。当时的北美地区，许多公司高层与管理者都发现，团队内出现越来越多只愿完成最低需求的成员，不多做也不少做，时间到了下班以后，就想跟所有公事彻底切割。这个现象迅速获得权威外媒的关注，包括学术机构在内，越来越多专家学者对此发表研究。有人认为，这代表北美年轻人对奋斗文化感到厌倦，人们不再积极争取成绩升迁，只想在工作上维持底线的输出，只要尽到该尽的责任义务，其他都跟他们无关。短短1年后的2023年，西方职场风气又迎来剧烈的转变，一个新词也蹦了出来，那就是本期的主题——大声辞职。乍看之下，大声辞职与安静离职的意义彻底相反，一个是真正的离职，一个则坚持留在岗位，一个低调安静，一个高调喧哗。然而事实上，这两者之间存在相当紧密的关联，甚至有某种前因后果的成分存在。盖洛普2023年中针对全球超过12万名职场员工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查，结果显示，有将近20%的劳工正在进行大声辞职的行动。按照盖洛普的定义，大声辞职者是透过辞职前后的动作来直接伤害过去所属的公司，并对企业目标或领导表达明确的反对。这份报告进一步指出，全球劳工自发性的大声辞职运动已大幅削弱雇员与雇主之间的信任感，而被公司视为低敬业度的劳工更对全球经济带来高达8兆美元的损失。当然，所谓的低敬业度是以资方的角度来看，而这8兆美元的损失也不能直接归咎到这些劳工身上。为什么大声辞职会跟安静离职有因果的关系？这里我们拉回主脉络，大声辞职的风潮诞生在后疫情时期，而在这之前，西方世界先后经历了大离职潮、科技业大裁员潮以及蓝领白领的需求反转。在短短几年间，劳动力市场的规则与秩序产生了频繁而剧烈的变化，搭配上全球经济前景未明，加剧了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在这段动荡的时期，有相当多的公司企业在人才招聘与解雇上采取了跟过往不同的做法，许多热门产业更剑走偏锋。这点我们在过去几期影片中都有讨论过，像是中国职场的35岁潜规则，许多资深老鸟在滩头阵亡，公司更带头从新鲜人市场换血，让过往的承诺与信心逐渐崩解。与此同时，西方也诞生了前面提过的安静离职潮，越来越多员工优先重视生活与工作的平衡，日渐减少的积极拼斗精神与奴性，也让团队领导人感到头痛。不少公司老板更认为，当前劳工的自我意识太强，导致企业与员工本人的利益逐渐脱钩，很难再像过去一样将整家公司都绑在同一艘船上运行。以上劳资风气的对立，加剧员工与企业之间的不信任感。正当双方关系日益紧绷之际，新的选项更跳上台面，推动这个趋势进一步发展。我们过去聊过，当前的年轻世代劳工更加重视生活与工作之间的平衡，这样的趋势在许多国家都被证实存在。即使是过往相当崇尚奋斗的先进国家，如北美的美国与亚洲的南韩，年轻劳工也都出现类似中国的躺平风潮。于此期间，越来越多懒人工作获得劳工青睐，人们开始注意到这些全程远端、可居家进行、按件计酬的高自由度接案工作。这些懒人工作的其中一项关键，就是他们符合之前安静辞职的重点，劳工不需要被资方化的大饼绑住，
也不需要面对万恶的责任制。他们被交办清楚而明确的劳动内容，付出该付出的劳力，换取该拿的薪水。就像前面说的，不多做也不少做，任务完成就拿钱，上下班的时段都有清楚的分业。由于这类懒人工作越来越多，保底的选项有了，原本还在安静离职的上班族开始意识到何不真正辞职，反正这些新工作本就更符合他们所期望的职场氛围。有了底气也有了后盾，开始有年轻员工大胆辞职，也因为换到懒人工作往往会跳脱原有的赛道，这更卸下不少人的心防，开始在离职前后大胆表达自己对原本公司与主管的不满，而这衍生出来的群体趋势就是所谓的大声辞职。与此同时，这些年不断增生的社群平台以及许多职场匿名论坛也助长了爆料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人敢指名道姓批评前东家与前老板，开枪的人多了，附和的人有了，这类辛辣言论开始螺旋般上升。在同温层的壁垒中，大胆揭露秘辛的前员工被封为英雄或吹哨人般的正向存在，鼓励了更多人仿效类似的举动。简单来说，当前盛行的大声辞职其实是之前安静离职的衍生变体，是员工对职场的不满情绪在众多客观条件交织之下激发出来的行动。这股趋势目前已对各国经济构成影响，但在检讨员工之前，或许资方也该想想，当他们长期把绩效矩阵或与公司目标保持一致这些词语挂在嘴上，由此要求员工自发性额外付出时，他们是否落实了资方该给的承诺，而不只是永远都要求共体时间，却吝啬跟员工共享成果。站在员工的立场，既然你说裁员就裁员，那也别怪我想离职就离职。看完了主题，我们最后利用一下时间聊聊这2年的全球为何在许多层面都出现大声化的迹象。我们前阵子才聊过，过去许多文化中谈钱就伤感情，而在富裕的美国，实际薪水更是人们之间的禁忌，即使是好朋友被问到收入时，也往往会被视为失礼之举。然而就在当前，美国正兴起一股大声省钱的运动，越来越多年轻人将自身财务规划公开给亲友知道，有些人期望借此节省开支，有些人更将此用于拒绝某些社交活动。其中的共同点就在于，当前的年轻世代勇于做出改变，并让周遭都知道他们做出的决定。而这点就跟大声辞职相当类似，越来越多人拒绝对虚无缥缈的大饼买单，也更勇于跟价值观有差异的群体处于对立的定位。我们可以预期，在动荡不断的2024年，类似的趋势恐怕还会继续下去。好了，这集的穷奢就到这里。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喜欢我们的话，可以加入频道会员，除了可以使用可爱的穷奢君贴图，还能支持我们维持日更创作。期待你的加入，拜拜。